刚才提到那个海南号2栖攻击舰，它现在是编入南海舰队的。中共南海舰队当然它是可以这个把它的军舰随时用到台湾方向的，那么它也可能构成对东沙岛、澎湖岛还有台湾的这个威胁，比方像攻占岛屿。但是呢，南海舰的首要目标是威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外海守岛部队。那么讲到菲律宾呢，是最近中共和菲律宾的摩擦越来越大，那么菲律宾对中共的态度也变得稍微强硬一点了。那么4月21号，菲律宾有一个设立了一个政府的叫做南海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发表声明说，菲律宾正在加强在南海的存在，部署更多的船只和飞机，以保护它的海洋领土和资源，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然后他强调说，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已经和平相处了4年，但是最近的菲律宾的态度硬起来了。这个刚才讲这个菲律宾政府的南海特别工作组的，在声明当中说，他的总统已经下令继续对中共占领原属于菲律宾的礁石实行这个主权巡逻，并要加强行动，打击在菲律宾领海里头的非法的、没有经报告还有不受监管的中共的捕鱼。他说，现在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一共9艘船、1架海岸警卫队飞机、1艘警用船，还有一些橡皮艇被部署在南海，那么包括菲律宾控制的南沙群岛附近的水域。刚才讲这个南海特别工作组的声明当中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但是据我所了解，实际上在中共的军事压力下，菲律宾挡不住。我以前在节目中介绍过中共强占了7个南海国际水域的岸礁，并且建成海军基地的情况。那么其中按照国际海洋法，有几个岛，像黄岩岛、牛轭礁、美济礁，都在菲律宾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范围内。那如果中共派渔船侵入到别国的经济专属区去捕捞，那么这属于经济纠纷。可是你要是在别的国家的经济专属区里面公然强占岸礁，造人工岛，然后再建海军基地，你就是对其他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侵犯，也是一种完全拒绝国际海洋法的军事侵略行动。那么中共一再用行动表明，什么国际法、其他国家的主权，他不吃这一套的。不管在不在其他国家的经济专属区海域，也不管我在一个你们已经驻了军人的岸礁上面，我想要控制这片海区，我就要为所欲为。我想了2句话，就比较形象一点。就第一句是，只要我想要，你的就是我的；第二就是你打不过我，你家东西就乖乖交出来，不然我揍你。这就是中共的强盗逻辑，也是他现在对菲律宾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东南亚国家普遍军力是比较薄弱，那菲律宾对霸权主义的中共强盗讲道理、讲国际法，反复提出外交抗议都没有用。中共现在在南海肆无忌惮地推行它的军事侵略计划，霸权行径呢和大日本帝国当年做法非常相似。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中共建立政权之前就出兵到北朝鲜，参与侵略南韩的战争。那么1990年、60年代又组织参与了越共侵略南越的战争。1979年还发动过侵略北越的战争。所以对他来讲，对中共来讲，侵略是中共的传统。只要他的国际野性发作，只要他觉得风险不是足够大，他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活动就经常会发生。那么中共对菲律宾呢，欺负的时间很久了。中共早在10年前就侵占了菲律宾所属的一个叫黄岩岛，这个岛在马尼拉西边约100公里，是个圆形的环礁。那么按照1900年美国的国家大地测量局绘制的菲律宾地图就包含这个岛的。那么1950年代驻菲律宾的美军是把这个岛开辟为靶场。1980年的时候，这个岛还在美军控制之下。那么菲律宾政府已经反复通过法令宣布黄岩岛属于这个国家，但是从1990年开始，中共开始不断的派船到黄岩岛去，试图占领和控制。那么以后10年里头，菲律宾海军一直控制的那个岛，常常和中共派去的船只发生冲突。
那么2012年，菲律宾和中共在黄岩岛再度发生冲突。那么菲律宾民众抗议中国入侵，那么菲律宾国防部长号召民众要备战，应对中共的侵略。但是，2012年4月19号，中共的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这个解放军3大基地频繁异动，核潜艇已奔赴南海”。文章中有一句话说：“只有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话的意思是说，我要欺负你，你就只有让我欺负。那么双方，菲律宾和中共2012年在黄岩岛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是中共强行占领这个岛。不过中共没有在黄岩岛上进一步扩大，在把礁石再扩建成岛屿，造人造岛。可能呢是中共把这个环礁看作是它要计划控制的更大的这个南海国际水域里头的一个后方。我刚才讲啊，它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边100多公里啊，在中共眼里已经算是后方了，他根本懒得去造岛，他要再往前冲，要把整个南海一直到印度尼西亚都想造下来。那么接下来就中共这个最近在南海的这个靠南的海区，为黄岩岛西南方几百公里有一个叫牛轭礁，在那里开始造岛建海军基地。那么这个岛在南海当中是一个最大的环礁，是个人字形的。那么它是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的西面，马尼拉的西南方，距离文莱已经很近了。那文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岸边上一个很小的小国家。那如果我看了一下，如果在地图上从中南半岛越南的最南端画一条线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那么在这条直线上，牛轭礁就差不多是在这个从越南最南端到菲律宾首都中间这条线上的中间点。也就是说，这地方已经离菲律宾很近，离越南很近，但是唯独离中国很远。但是中共现在正在那里想要造岛、造海军基地。那么这个地方是中共战略核潜艇南向澳大利亚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南向水道的要冲，所以它在这里建海军基地就可以控制整个南海的国际水域。那么中共已经占领了牛轭礁和美济礁的东面，离菲律宾海岸更加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仁爱礁，这个地方是菲律宾控制的。那么中共呢，下一步可能要想从菲律宾手里夺这个仁爱礁。仁爱礁礁盘上面现在有一艘菲律宾搁浅的军舰，上面有菲律宾军人长期在留守，定期的换防。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这个对菲律宾的这个在仁爱礁上留守人员开始施加压力。他的办法是用海警船还有导弹快艇，把靠近仁爱礁的菲律宾船赶走。那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菲律宾驻守在仁爱礁上的军人就没有办法获得补给，那么他们也没办法定期换防，所以最后可能就不得不撤离。中共这种办法就很可能把仁爱礁夺走了。那么现在中共也已经开始进一步封锁它新建岛屿的这些岛屿的上空。3月29号，菲律宾有军用飞机飞过中共造岛，造出来一个叫赤瓜岛，结果共军在地面上用无线电喊话驱离菲律宾军机，说这个岛屿我造起来，这边就是我的领空了。那么从这些举动你看得出来，中共强占公海上的暗礁造岛以后啊，公然把它看作是领土，它不许附近国家的舰船和军用飞机靠近。所以中共的南海做法基本上是用霸权行径硬夺暗礁，再封锁它控制的周围海域。那么很快中共就会把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这个经济专属区里面的部分海域完全就剥夺了，成为中共的所谓领土和领海。那么等到国际局势紧张起来的时候，中共可以用军事要地做借口，就把南海封锁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实现它这个巩固和战略核潜艇深海堡垒这样一个目标。现在这个构想它正在一步一步的实施。那么等到牛轭礁造岛完成以后，中共可能进一步向南选择靠近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海岸的暗礁继续造岛，要把它的深海堡垒扩建到东南亚国家的大门口。那么现在4月6号，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和马来西亚的空军已经在南海联合演习，说明马来西亚已经看到了这种即将到来中国侵略行动的威胁。
但是呢，中共今后使用它这个2栖攻击舰编队啊，会让东南亚国家很难对付。